最近一波国庆期间，到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这个以高科技闻名的国家居然仍然依赖现金支付，在街头的冰淇淋摊需要掏零钱，在食阁买饭无法扫码支付，地铁充值也得用现金，甚至部分景区还需线下排队买票。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恍若穿越回了过去。不少人调侃，这真的是那个发达的新加坡吗？这话题甚至登上热搜。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也戏言，中国让我这个新加坡人看起来像乡巴佬，但细想，作为全球最发达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在支付方面真的如此落后吗？还是背后另有隐情？第一章，发达的数字支付时代。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新加坡的落后其实并非事实。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电子支付的普及率上，新加坡以 97% 的比例高居东南亚之首，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名列前茅。数字钱包已经超越了信用卡，成为新加坡人日常交易的主要工具。2024年，这一支付方式在电商平台的使用占比达到 39%。代表性的支付工具包括 DBS Pay、Apple Pay、Grab Pay 和 Google Pay， 为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提供便捷支付服务。而到2030年，数字钱包在新加坡的在线购物和实体店交易中的比例预计将继续攀升，占线上支付的 47%， 线下支付的 44%。凭借发达的金融科技基础和高水平的数字化能力，新加坡转型成无现金社会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在方便面临高昂生活成本的当地居民方面，一个更高效的支付方式本该是人口稠密城市的标配。但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顶着发达国家光环的城市却迟疑慢下来，隐藏在其中的原因又是何在？第二章，长者与外籍群体背后的包容设计。新加坡为何在高科技发展的同时依然保留现金支付？核心在于社会现实与政策选择。首先，老龄化社会需要特别关怀，每5人中就有1人是老年人，他们依赖小摊谋生，难以适应电子支付，全面取消现金支付对他们来说并非便利，反而会加剧困难。其次，新加坡611万人口中有191万是非居民，许多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工对高科技支付方式不熟悉，现金支付成为他们最直接、最安全的交易方式。为解决支付便利与包容性的平衡问题，新加坡正在推进全国支付系统整合计划 SPN， 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旨在提升支付效率的同时，继续满足多样化人群的需求。保留现金支付在新加坡并非落后，而是对不同人群的包容与关怀。第三章，新加坡的慢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加坡，街头游客可能会注意到公交车司机为轮椅用户手动放置脚踏板的场景，这种多此一举的设计在强调高效率的都市中并不多见，但它却为特殊人群的安全增加了一重保障，避免了自动化设备可能带来的失误风险。同样，新加坡食阁的自助服务需要顾客自行归还托盘，还可能因不归还而被罚款。这项安排虽然被部分人视为低效，却为年长者和有特殊情况的人士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他们的工作强度也被细致地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慢一拍的细节设计，新加坡体现了多样化包容与人文关怀，将小落后升华为社会的大进步，为不同背景与需求的群体提供保障，成为其和谐社会的独特注解。第四章，生活压力与幸福的平衡。这样一个处处慢下来的新加坡，也让它的居民同时感受着压力与幸福的矛盾交织。新加坡虽以高水平发达国家著称，但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让人几分沉重。2024年的数据显示，该国祖屋的转售价上涨了 9.6%， 而居民实际收入却在过去几年里缩减，增速掉头，出现每年 0.4% 的收入下降。然而，尽管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近70%的新加坡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幸福的。这或许得归功于新加坡这个国家在保障居民生活质量与安全感上的诸多努力。例如，新加坡近些年通过一系列政策，如高级就业信贷计划，给予雇主直接的资金补贴，鼓励他们雇佣60岁以上的劳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与孤独问题。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新加坡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安全国家，为居民创造了安心生活的环境。尽管每个人的压力和烦恼各有不同，但比起效率至上的节奏，更多的人可能选择了感受到被保护和被温暖。第五章，新加坡为何不追求极致效率？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并非没有能力全盘推进全面的自动化和数码化。那么，为什么依旧对慢这件事如此执着？答案可能藏在它的核心发展理念中。效率和包容的平衡才是社会的健康美好之源。对于新加坡来说，效率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新加坡试图实现的不仅是高科技的运用和世界经济榜样的打造，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确保每个群体都能紧随其后，而不被落下。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放慢脚步，确保那些年长者、低收入群体以及外籍劳工的基本权益都获得保护和尊重。他不是急功近利的学习某些社会无限追求经济发展和效率，
而是深知一个文明国家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社会各群体的和谐共生。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发展理念，让新加坡连续12年获评全球最安全国家，也成为了亚洲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之一。与那些争相追求发展速度的国家相比，新加坡的慢下来，却铸就了一个所有人都能找到归属感的福地。第6章，新加坡的慢是为了更稳固的快。新加坡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发展哲学，在全球愈发追求效率的时代，它选择慢下来，以稳健的步伐为未来更快的发展奠定基础，不追求表面高效，而是注重社会根基的深耕。放弃短期快效益，却实现了包容与长远社会稳定。这份从容态度让新加坡成为全球人均收入领先、社会和谐、安定、幸福感高的国家。当各国卷入效率竞赛时，新加坡按下减速键，确保每个群体都不被落下。它提醒我们，慢一点走，也许能走得更远更稳。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也想问问你们，你觉得新加坡这种慢一点的选择究竟是好是坏呢？如果你也为它的温情点赞，别忘了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还有非常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讨论现代社会中的效率与温暖。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再见了。